当初装修第一套房子的时候，因为不懂，就鬼迷心窍的跟风了一些华而不实的流行设计。入住后发现踩坑无数，大多数根本不实用。所以有了前车之鉴后，在装修第二套房子的时候吸取教训，不再只追求面子工程，坚持做了这8个装修决定。如今入住1年多，真的是幸福感大大提升。本期小东就把这些实用的装修设计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对你家的装修有所帮助。1. 玄关鞋柜做双层隔板，这个设计对于家庭人口多或者鞋子比较多的家庭简直太友好了。一般家庭入户玄关鞋柜基本都是采用常规的底部留空做法，我家第一次装修也不例外。虽然也有一定的收纳功能，但在家里穿的拖鞋和外出换下来的脏鞋只能一股脑的放在一起，显乱不说，还不卫生。第二次装修吸取了教训，把鞋柜底部设计成双层开放格，上层用来放室内的拖鞋，下层用来放室外常穿的鞋子，让室内和室外的鞋子分类收纳。这样不仅让入户区看上去更加利落整洁，还不用担心有异味了，真的是太实用了。2. 满墙电视柜设计，现在很多家庭对于客厅电视柜的做法，10家有8家是采用岩板加木格栅的设计。不可否认，这种电视墙设计确实颜值高，很抓人眼球。我家第一次装修也是如此，但入住后发现岩板电视墙除了颜值好看，没一点功能性，而且施工成本还很贵，卫生也不便于打理。第二次装修结合自家的实际需求，把实用性放在第一位，果断换成满墙电视柜的做法，不仅兼顾了美观装饰性，同时还有一定的收纳功能，让家里的客厅始终保持整洁不凌乱。另外，挂墙电视改成可调节支架设计，好处是可以拉伸旋转任意角度，即使躺在阳台的摇椅上也能轻松看电视，不会累。3. 窗帘做双层交叉轨道，家里的窗帘拉不严，总出现漏光的情况，是不是很恼火？我家第一次装修就是上述这种情况，窗帘拉到中间马上会弹走，即使好不容易拉上了，下面还是有很大的缝隙，漏光严重。后来才发现问题是出在了窗户的单轨道上面，这才导致窗帘合不拢的。第二次装修有了经验教训，不再选择单轨，果断改成了交叉轨道，窗帘拉上更严实，不透光更美观，中间也完全没缝隙。这一小小的改动真的是妙用无穷，实用性超出预期。4. 阳台晾衣架装在侧边，很多家庭的房子只有一个生活阳台，想要解决晾晒问题，就避免不了会在这个区域安装晾衣架。但是说实话，如果在阳台经常晾晒衣服，在好看的家一晾衣服就完蛋，不仅显丑显凌乱，还影响室内采光。我家第一次装修就是如此，即使有了烘干机，也无法解决大件衣物晾晒问题。第二次装修对于阳台区域装修也是做足了功课，果断把晾衣区做在了阳台的侧边，兼顾了晾晒功能的同时，还不会显得阳台区域乱糟糟。这种做法真的超级实用。这么说吧，从客厅的方向看过去，几乎是看不到衣物的，视觉上确实干净整洁多了，家人都夸我真聪明。5. 榻榻米做排骨架床，很多家庭的客卧比较小，为了多一些收纳空间，被迫选择了榻榻米设计。我家第一次装修就是如此，也跟风做了传统的榻榻米。但入住后发现，榻榻米设计虽好，但始终摆脱不了用久了发霉易反潮，还有床底物品不便于拿取的弊端。第二次装修，我家最小的卧室还是选择了榻榻米加衣柜的一体式形式，但在设计上做了改进，果断换成排骨架榻榻米。这种做法的好处是防潮透气，即使家里来了客人需要留宿睡在上面，也不会像传统榻榻米那样又硬又硌，舒适性堪比实木排骨架床。另外，如果床下需要储物的话，可以设计成抽屉形式，不影响储物的同时，存取物品也更为方便。6. 厨房推拉门做极简轨道，很多人装修厨房时都会纠结是装地轨推拉门好还是吊轨门好。传统的地轨门虽说稳定性好，但粗粗的一条轨道横在中间实在很丑，也影响颜值，而且突出的轨道还容易藏污纳垢，打扫地面卫生也极不方便。权衡利弊后，我家第一次装修装了吊轨推拉门，但入住后发现吊轨门承重是个大问题，推拉卡顿不顺畅，还晃动得厉害，花了高价还没到达预期的效果，很是后悔。第二次装修果断换成极简地轨门，相比于吊轨推拉门，它不会来回晃，安全和稳固性更高。此外，比吊轨门就多出2条极简轨道，美观性上也不逊色。关键是扫地机器人也能自由进出，清洁地面卫生也非常方便。7. 窗户改成内开内导式，我家第一次装修，因为是高层住宅，所以选择了内开窗，
因为内开窗的安全性更高，不担心窗户掉落出现的安全隐患。但入住后发现内开窗的弊端也很多，比如开窗后不小心容易撞头或是割伤身体，平时走到这个区域得加倍小心。还有就是下雨天也没办法开窗通风。第二次装修，同样的高层在内开窗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内倒开窗的设计。别看这一个小小的变化，好处还是蛮多的。就比如内倒开窗就可以解决下雨天的通风问题，即便是外边风大雨大，也不担心漏雨到室内。还有就是再不怕经过窗户时的磕碰撞伤问题。这种改良设计对于家里有小孩子的也增加了一定的保障性。8. 洗衣机做抬高设计。对于年轻人的装修，大多数会选择滚筒式洗衣机，相比于老式的波轮洗衣机更显高级，功能更多，而且能和洗衣柜做成内嵌一体式，颜值上也更加美观。我家第一次装修也是选择了滚筒洗衣机，但用过之后发现滚筒洗衣机的侧开门设计，拿取衣服时需要弯腰或蹲下，这一点对于腰部不好或孕妇来说极其不友好，在洗衣时频繁的蹲下弯腰会非常累人。第二次装修，我家同样是选择了滚筒洗衣机，但在设计上做了改进，不再把洗衣机做直接落地，而且定制一个抬高架，把洗衣机做抬高设计，这样就完美的解决了拿取衣物需要弯腰蹲下的痛点，实用性大大提升。结语：以上这8个巧用心思的装修设计，都是我家之前装修踩坑后的经验总结，如今入住1年，真的是越问越爽，感叹第二次装修坚持的决定真的是太明智了。也希望我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装修灵感和借鉴。现代人装修比较看重客厅和卧室，觉得客厅是一个家的脸面，卧室则是主人的私密空间，而老一辈装修更讲究金厨银卫，因为这2个地方日常使用频率高，反而比客厅和卧室更加至关重要，马虎不得。因此本期小东就给大家分享关于厨房装修的一些良心建议。若在装修，厨房一定坚持7不装，不是怕多花钱，关键是真难用，都是过来人的经验教训，耐心看完，让你的装修少留遗憾。1. 厨房不装凉坝。夏天的厨房室内温度最高时可达到30-40度，在里边做饭就像在蒸笼里一样闷热，一顿饭下来汗流浃背。很多人想降低室温，会选择安装厨房凉坝，但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安装在头顶上的一个电风扇，功能很鸡肋，并不会像空调一样有制冷的效果。比如厨房油烟的热空气上升到顶上，然后又给凉坝吹回来。总之，凉坝名字很霸气，但效果一点不良。改进建议：厨房想要真正降低温度，目前只有厨房专用空调能做到一步到位。这个设备除了价格贵，没其他毛病。如果预算有限，我只能说夏天很短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2. 不装双槽洗菜盆。对于厨房到底安装单槽还是双槽，这个问题一直很有争议。有人说双槽一边洗菜一边洗碗更干净卫生，有人说单槽容量大更实用。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家庭选择大单槽更适合，因为双水槽一般都比较小，比较大的锅具没办法放进去，就会导致使用时洗锅水到处溅。如果选择大尺寸的双水槽，又会占用台面操作台的空间。改进建议：厨房选择大单槽，搭配个沥水篮，同样可以兼具双槽一边洗碗一边洗菜的功能。另外，对于安装方式，更推荐做台下盆安装方式，不用再担心台上盆打胶处发霉问题，而且台面积水一擦即可，卫生也更方便打理。3. 不装烤漆或肤感膜柜门。这2种材质的柜门虽说质感好，看起来更有档次，但是都有致命缺点，比如烤漆门就是容易磕碰，不耐划痕，而且如果你家厨房光照强，时间长了还会发生不均匀的褪色，严重拉低颜值。肤感膜柜门的缺点就是极其不耐脏，厨房是油烟的重灾区，这类材质一旦碰到油污和水渍，很容易留下印子，而且还难处理。改进建议：小东更建议大家选择双饰面材质做厨房柜门，价格便宜是一方面，主要是这类材质颜色款式选择多样，而且耐光照，易打理，性价比最高。如果追求档次，可以选择高光或哑光的 PET 材质，同样具备烤漆的质感，而且耐用性也更好。4. 不装调味拉篮。调味拉篮似乎成了大部分家庭厨房的标配，乍一看，每次炒菜时各种调料一次排开好像很方便，但是真正用过才知道，实际上每次到最后还是会顺手把它们放在台面上，实属鸡肋。而且这种多功能拉篮对于地柜的承重也是个考验，时间一久很容易出现脱轨和抽拉卡顿等问题。
改进建议：经济条件允许，建议把地柜多做抽屉，收纳能力比调味拉篮好，关键是价格还比它便宜。如果预算一般，不如直接做隔板，都比安装鸡肋不实用的调味拉篮强。5. 吊柜不装上翻式或玻璃门，当初想着吊柜做平开门太普通，没什么特点，于是设计了上翻式吊柜，为了突出效果，把普通门还特意换成玻璃门，里边加装了氛围装饰灯，为此多了1000多块钱。刚安装完的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，但真正用上才发现完全是多花钱给自己找罪受。首先就是这种门翻上去容易，再想翻下来就比较困难，平时拿取个东西很不方便。另外，玻璃门不但不好打理，而且因为玻璃是透明的，里边一旦摆太多东西，看起来就会很乱。改进建议：厨房的橱柜设计一定是实用性大于颜值，不要为了好看的效果而忽略了日后的使用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柜门还是选择普通的平开门更实用。6. 不装仿古砖或小规格瓷砖，做过装修的过来人告诉你，厨房一定不要装仿古砖，虽然花色好看，防滑性也好，但是仿古砖凹凸不平的表面容易藏污纳垢，一旦滴上油污和水渍，卫生很难清理。另外，很多人家里厨房小，为了追求效果，会选择小规格瓷砖。咱先抛开人工费多，后期美缝费用高不说，最主要的是小规格瓷砖缝隙多，后期一定是油污重灾区。改进建议：厨房是油污的重灾区，务必要考虑日常卫生清洁问题。对于瓷砖，首选釉面砖，抗污好打理。地砖更建议选择客餐瓷砖，通铺到厨房，视觉效果更美观大气。墙面建议选择300×600尺寸，横铺效果最佳。另外，想节约省钱，被橱柜遮挡部分可以用花砖或隐形砖代替。7. 不装大理石或不锈钢台面，天然石材大理石虽说纹理自然，装饰效果更好，但致命缺点是天然石有孔，容易渗色，而且很难清洁。另外，大理石硬度低，韧性较差，会开裂，搞不好你哪天剁个排骨，骨头没断，台面可能碎了。不锈钢材质虽然防水、防潮、不沾油污，但是特别容易出现划痕，平时切菜或剁个肉馅磕碰出坑，几乎不可恢复。一旦台面花了，颜值也就不复存在了。改进建议：对于厨房台面性价比最高的还是人造石英石，有益清洁、不渗色的特点，平时也不需要特别保养，而且价格也适中。如果实在追求装饰效果，可以选择岩板。可以说，岩板是哑光大理石的最佳平价代替品，但要谨防一些陶瓷大板冒充。结语：对于大部分中国家庭，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厨房，所以说装修中厨房才是最值得用心投入的地方。一个好的厨房不单单是好看，关键是还得好用。装修细节的好坏，往往也直接影响着入住后的生活品质。要说断舍离，一次性丢掉几十件甚至上百件物品，把家里还原成极简生活的状态，这种高境界普通家庭根本做不到。因为国人在骨子里就对勤俭节约有着很高的忠诚度，所以即使很多物品根本用不到，也不舍得扔，不愿意丢，但无休止的囤积一些根本用不到的东西，注定会成为精致生活的绊脚石，到头来只会让家里变得乱糟糟，最终连收纳也成了问题。这一期小东就结合自身的生活体验，给大家总结出7件断舍离之后不会再囤的东西，个个都是中国式家庭的通病，看看你家有没有。1. 超市购物的赠品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商家真够精明，把人们爱贪小便宜的心理拿捏得死死的。就比如说，每次陪老婆去逛超市，他都会被捆绑销售的一些赠品所吸引，什么买饮料附赠的杯子，买方便面附赠的盘子，结果原本计划在购物清单上的物品一样没买，反倒是带了一堆看似实惠实则无用的赠品回家。久而久之，这些用上的锅碗瓢盆就成为了家中的累赘，丢在橱柜的角落里，吃灰又占地方。小东建议，所谓的赠品其实就是超市促销的一种手段，千万不要抱着不要白不要的心理，建议趁早断舍离，把家里的收纳空间留给精致且实用的家居物品上。2. 外卖剩下的一次性餐具。现在不光是年轻人不做饭，很多中老年家庭也不喜欢做饭，毕竟比起亲自买菜做饭还要洗碗，点外卖确实方便省事，我家也是如此。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，近年来也经常在家点外卖。每次看到商家附赠的一次性餐具没有开封，本着节约的心态就随手丢进抽屉里，想着下次也许会用得到。但现实情况却是，这些一次性餐具日后很少会用到，毕竟家里都会有餐具和碗筷，
结果就是囤积的越来越多，不仅浪费了收纳空间，还给做家务增加了很大负担。小东建议，要么点外卖时选择不要餐具，要么就及时断舍离，别再囤了。特别是那种廉价的，放久了再用，不卫生不说，还会危害健康。3. 洗不干净的抹布、洗碗布。厨房里的抹布、洗碗布用久了就应该及时换掉，别再囤了。抹布也好，洗碗布也罢，都是日常的消耗品，再好的材质，用久了也会影响吸水性、柔韧度，清洁效率也会随之下降。此外，高频使用的旧抹布也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和病菌。但我发现很多人家里的抹布已经用到发旧破损了，甚至都能闻到发霉的味道了，还不舍得扔，真的不能理解。如果为了节省节约，省到影响健康的程度，真的是得不偿失。小东建议，虽说频繁更换会有成本负担，但对于常用的抹布、洗碗布，建议至少2-3个月也要换一次，毕竟干净卫生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理想生活。4. 有缺口碗碟。相信家里碗碟有缺口了还在凑合着用的家庭并不在少数，特别是老一辈的家里基本都有这种情况。毕竟老年人都比较节约，觉得碗碟缺口了也不影响使用，丢掉怪可惜的。但事实上，因为使用有缺口的碗碟造成割伤身体的案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。就在前不久去我同事家聚餐期间，没注意用了一个磕了一点点的盘子，结果洗碗时直接裂成2半，瞬间手指就被割了一条口子，血流不止。小东建议，所以奉劝大家，碗碟有缺口就别再用了，毕竟不美观，容易被割伤，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缺点。而且碗碟有缺口也不够圆满，还有失财漏富的说法。5. 厨房小家电。经常喜欢上网冲浪的朋友会发现，在一些二手转让平台，出镜率最高的就是厨房里的各种小家电，什么空气炸锅、早餐机、豆浆机、榨汁机、煮蛋器、电饼铛等等，琳琅满目，简直是应有尽有。毕竟大部分人都有过一个想成为厨神的心，谁还没买过几个呢？但事实上，对于上班族来讲，每天早上都忙得鸡飞狗跳，哪有空闲时间做早饭？即使等到周末休息，也只想好好补个觉。所以这些五花八门的小家电能用到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小东建议，其实对于普通家庭，添置一台蒸烤箱或是微波炉，基本就能覆盖日常需求了。小厨电越囤越多，不仅用不上，白花钱，还要专门收纳，花精力去整理，图个啥呢？6. 用不上的数据线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现在的电子产品也是越来越多，随之而来的是商家附赠的各种数据线。很多人的习惯是，即使换了手机，升级了平板电脑，但配套的数据线却不舍得扔掉，生怕以后有用到的时候找不到。结果就是1-2年下来，囤积了一大堆看似有用，实则根本用不到的各种多余的数据线。但说实话，现在的电子产品基本上接口都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，数据线都是通用了，根本没必要囤那么多，保留1-2根质量好的完全够用。小东建议，现在的电子产品要么是安卓口线，要么是苹果线，其实共用一个就够了。特别是那些质量差的，充电时灵时不灵的，劝你赶紧扔掉，用着堵心不说，还有安全隐患。7. 养花剩下的花盆。都说人养花，花也养人。好看的绿植盆栽不仅能提高家居氛围感，还有净化空气的作用，所以现在也非常流行在家中养一些花卉盆栽。但说实话，养花种草也是一门学问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花养活。就比如我妹家，前段时间就痴迷上了养多肉，大大小小的品种搞了几十盆，结果没到半年就死得所剩无几了。花虽然养死了，但花盆却不舍得扔，堆在阳台上到处都是。很显然，这些闲置无用的花盆留下来也是一点价值没有，只会让家里的环境变得脏乱差。小东建议，如果已经决定以后不再养花了，就要及时处理掉。真的觉得直接扔掉可惜，不如送给身边有需要的亲人朋友，让他们发挥更好的价值。其实断舍离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更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智慧。以上这7件东西，个个是贫穷家庭的通病，是我发誓断舍离之后不再囤积的物品。近些年，越来越多的人把乳胶漆作为家庭装修墙面装饰材料的首选。但是大家在逛建材市场的时候就会发现，乳胶漆品牌众多，而且每个牌子的系列更是五花八门，有什么2合1的、5合1的、抗甲醛的、竹炭的、净味的等等，价格也是参差不齐，便宜的有100-200，贵的甚至有3-4千的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那么乳胶漆是不是越贵越好？几百元的和几千元的差别大吗？原来我以为产品肯定是1分钱1分货，贵有贵的道理。
直到看到朋友的表哥家装修用的是300多一桶的国产漆，我真的惊呆了。因为朋友的表哥是专业的油工师傅，干了有10多年了，而且他给周围的亲戚朋友家装修用的也都是几百元的普通漆。他告诉我说，乳胶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，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。乳胶漆价格之间的差价更多的是来自于产品的品牌溢价，以及一些增加噱头卖点的附加功能，和品质关系并不大。比如大牌乳胶漆平时广告宣传多，推广多，自然需要提高产品价格来获取利润。其次，因为销量大，销售网点多，各级经销商的层层加价也会导致价格虚高。另外，商家为了提高产品利润，会在性能方面增加一些可有可无的性能参数，什么防霉抗污、竹炭净味、抗甲醛等等，其实根本没啥用，只是为了卖高价而已。表哥还说，小众的国产漆性价比最高，刷出来也没什么味儿，基本上没有假货，因为做假也不挣钱。他也刷过一些所谓大牌的漆，刷完会有刺鼻味，而有些大品牌假货真的太多了，如果遇到了回收桶装假漆，连他们都看不出来。所以根本没必要盲目的追求大牌或进口漆，只要是正规品牌漆，质量和环保都不会太差。家用乳胶漆该怎么选？我让表哥也教我几招，如何辨别乳胶漆的好坏，照着以下5点来选，基本不会踩坑。1. 买漆的时候千万别相信那种说油漆可以分解甲醛、零甲醛的，只要带漆的东西都含有甲醛。从环保标识来看的话，没有10环标识的绝对不能要。正规漆只要满足10环认证就可以了。咱们国标现在对油漆的环保要求也很高，像什么 M 国绿色卫士、F 国 A+、D 国蓝天使等等，那些认证要求虽然更为严格，但是认证商家也花不少钱，要不然包装上集齐这些认证的产品，价格都是贵到离谱。因此像咱们普通家装300到500元左右的国产乳胶漆完全够用了。2. 买乳胶漆一定要认准这2个执行标准。第一，首先看 GBT97562018，这个属于性能标准。这个标准把乳胶漆分为底漆和面漆，面漆按照使用要求分为合格品、一等品、优等品3个等级，底漆就不用分。这3个等级从国标性能表上面漆要求来看，它们其他参数都一样，只有对比率和耐洗刷性的次数不一样。对比率的数字越大，说明它的覆盖性越好，耐洗刷性次数越多越好。像合格品350次，一等品1500次，优等品6000次。从国家标准里面讲，优等品肯定是最好的，但是也仅仅就多了这2个参数。而市面上的优等品和一等品的价格相差非常大。合格品是工程漆，也不是说家装不能用，如果要求很不高，用着也行。第二，再来看看环保标准 GB18582-2020，这个是国家强制标准，也就是说乳胶漆想要正规销售，必须执行这个标准里面的要求。它主要对苯、VOC、甲醛等这些有害物质做了规定。VOC 小于等于每升80克，如果有这个标准，那说明它就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。还有一点必须重视，现在市面上销售的执行标准有2个，一个是旧标准 GB18552-2008， 一个是新标准 GB18582-2020。商家肯定会告诉你，只是新旧包装的不同。其实国家已经在2020年12月1日强制执行了新标准。从新旧标准的执行表明显看得出来，新标准比旧标准对有害物质的限量要严格得多，标准里强制执行的有害物质都是严重致癌物，所以购买时一定要认准最新标准。3. 乳胶漆线下市场混乱，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。你以为看到这儿你就能买到一桶好漆了？那只能说明太天真了，有可能你全部仔细看了，却买到一个好桶。现在乳胶漆市场是真的乱，一个桶回收都要几十块钱，所以千万别去那些乱七八糟的门店购买，一定要去带有授权号的正规专卖店或者旗舰店购买。4. 购买乳胶漆后，先别着急打开，先看一看桶上有没有撬过的痕迹，看封口有没有断裂，断裂是证明是打开过的。另外，在它的包装后面有防伪2维码，刮开2维码，用手机扫一扫，扫码1次为真，如果是2次，你就要小心了。还有，每一桶都有一个条码，随机生成唯一的10位数字编码。5. 开盖后可以先闻一下，摸一摸，无论是刺鼻还是香甜的都不能用。还有，像好的乳胶漆都会均匀的滴落，像流淌油似的，这样容易成膜。摸一下油漆是否细腻光滑，如果有杂质有颗粒的都不能要。另外，生产日期一定是越新越好。最后说下，
进口漆和儿童漆价格太高，完全没有必要买。家用300-500元的国产漆，只要买到的是正品，环保和质量肯定没有问题的。儿童专用漆其实就是智商税，打着环保的口号卖高价的。有哪些家电是你觉得买前科技感爆棚，用后谁买谁是大冤种的？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一些新式家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其中确实有不少产品凭借自身的技术帮助我们解决了生活中的痛点，比如智能洗碗机、扫拖机器人、智能马桶等等。但也有一些产品所谓的技术性创新，实际上完全是营销噱头，虽说也曾经红极一时，但没火多久，销量就跌入谷底，不受大家待见了。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款家电曾被吹捧上天，如今却沦为笑柄，看谁还在乱跟风。1. 储水式管线机。管线机在这几年里可谓是风靡一时。所谓的管线饮水机，其实就是过去桶装饮水机的升级换代产品，只不过外形更加小巧，不占地方，颜值也高，而且比传统烧水壶更加方便。不但水温可调节，而且可以设置温度，无论是冬天泡茶还是夏天喝冰水，都能随用随取。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，其实管线机的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干净。很多人买之前都以为它是没有水箱的，等用过一段时间发现水发黄有异味，打开盖子检修时才知道是带有储水箱的。说句实话，这也是管线机天生的缺陷，水箱不能彻底清洗，管道日积月累，越用越脏。话说回来，大家愿意花大几千块投入管线机，说白了无非是想喝一口干净的水，连这点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，最终沦为笑柄，也真心不冤。2. 激光电视。其实自打激光电视问世以来，就一直争议不断。说实话，早期凭借其高颜值的抗光屏以及更护眼的卖点，还有大尺寸画面等优势，在前些年确实也受到不少追求高品质生活家庭的追捧。但经过这些年的市场检验，现如今早已经跌下神坛，不受大家待见了。在我看来，激光电视并不是价格虚高导致的，毕竟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。说到底，我认为实在是因为它毫无性价比可言。这么说吧，你别看它叫激光电视，但内行人都知道，说白了不过是个短焦投影仪。也就是说，投影仪亮度低、抗光性差的缺点，它全部继承下来。作为一个观影设备来讲，要说画质的清晰度以及色彩的对比度，那和液晶电视更是没法比。你可能不敢相信，上万元的产品居然还不是真 4K。很多人发现花大几万的产品买回家，白天稍微有点光线的时候还得拉窗帘，不然根本看不清。所以说如今沦为笑柄也就不足为奇了。3. 洗烘一体机。所谓的洗烘一体机，其实从名字上不难看出，说白了就是一台机器，兼顾了洗衣和烘干的2项功能。关键是价格还不贵，与洗烘套装相比也更加节省空间，一度成为中低收入家庭以及小户型的首选。但很多人买回家用过之后就直呼上当了，主要原因就是缺点太多，鸡肋得很。首先，烘干容量小也就算了，耗时还很长。其次，你别管几件衣服，连洗带烘，动辄1-2个小时。还有，它的烘干效率也不高，搭载的还是最老式的冷凝烘干，烘干后的衣物缩水严重，还皱巴巴的。还有，这种一体式的机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绒毛过滤器，这就导致它的风道特别容易脏，清洗也比较麻烦，特别容易造成衣物的2次污染。这些实打实的缺点也注定了它的落寞，如今也沦为家电行业的笑柄。4. 顶侧双吸油烟机。这种外观形似7字形的新式烟机，说简单点，就是一套烟机拥有2套动力系统，既兼顾了顶吸烟机的美观性，同时还具备了侧吸烟机排烟能力。不可否认，这种烟机的排烟效果和美观性确实都有提升，但技术方面还不是很成熟，也就是说噱头大于实用。就比如所谓的顶侧双吸，实际上油烟没扩散前就被侧吸口吸走了，根本到不了顶部，上面的顶吸配置就显得很多余。另外，工作时同时启动双系统产生的噪音非常大，体验感非常不好。还有就是双系统的烟机，因其结构复杂，导致故障率非常高，维修更换的成本也高，而且自身的售价也不便宜，与技术成熟、性能稳定的传统烟机相比，实在无优势可言。所以如今沦为笑柄也合情合理。5. 空气能热水器。空气能热水器是一种新式的集水加热的电器。所谓的空气能，它的工作原理其实和过去的太阳能热水器有些类似，前者是靠太阳光吸取热量，后者是利用空气提取热量。
这类热水器主打的卖点都是节能环保、安全舒适，但很多人买完之后就后悔了，发现是真的不好用。首先就是如果室外温度过低，就无法发挥它的长处，而且冬天使用时需要开启电辅热，导致特别耗电。另外，技术也不如电热和燃气成熟，故障率高不说，维修也麻烦。还有就是市场售价也不低，动辄5、6千元，还是品牌的基础款，因此普及率不高，沦为笑柄也在情理之中。